最近，克里姆林宫里的一场高层会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当地时间的4月1号帕西尼扬呢来到克里姆林宫呢和普京会面。会谈的时候这个帕西尼扬呢着重强调亚美尼亚是民主国家，还特意提到监狱里没有政治犯。他这个话里话外好像呢是在和俄罗斯的某些情况做对比，一下子打破了俄亚之间的那种以往那种这个传统友谊的温和说法。那这可不是简单的嘴上说说而是亚美尼亚呢在明确告诉大家自个儿的立场，也透露出他外交方向可能要转向了。那么更引人关注的是呢，这个帕西尼扬在会谈前后反复强调亚美尼亚议会选举的规定。他说马上呢要举行的议会选举呢，会严格执行只有纯亚美尼亚国籍的人才能参选这一法律条款。那些拿着俄罗斯护照的等这些双重国籍的人就别想参加选举了。那其实呢，这个规定以前就有不是这次会谈才冒出来的。但是这次呢，这个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呢，这么的着重强调严格执行，就直接堵住了亲俄派的路。我们要知道有些亲俄精英可是拿着这个俄亚双重国籍的，这就等于是回应了俄罗斯希望亲俄力量参与选举的这么一个想法。从这儿呢就能看得出来，亚美尼亚的战略方向变了，它正慢慢的和传统的亲俄立场拉开距离，转而呢想和欧盟走得更近，搞这个西向的政策。那但是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要面临不小的挑战了。面对这个帕西尼扬这么明确的表态，普京呢表现得挺克制。这个背后我想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呢，俄罗斯现在深陷乌克兰冲突，得亚美尼亚的矛盾给激化，不然呢，西方国家呢肯定会趁机来搞事情。其实呢，在2020年和2023年的这个纳卡冲突里边，没给亚美尼亚提保障从那以后呢，亚美尼亚的那就大不如前了。那这也是两国关系变差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帕西尼扬这次的立场呢，就说明俄罗斯在高加索呢还有部分的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变弱了。但是也不是说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就完全没控制力了。不过呢，俄罗斯面临的这个麻烦可不止盟友关系这一块之前还发生了一件震惊国际的暗杀事件。怎么回事呢？在2025年的4月25号清晨，俄军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的副局长叫做莫斯卡利克，这个中将在莫斯科郊外被汽车炸弹给暗杀了。俄罗斯官方调查之后确认，这事儿是乌克兰情报部门干的。那这起事件呢，可不简单它严重的冲击了俄罗斯高层的安全也让俄罗斯的安全体系受到了严峻的考验。那么俄罗斯官方说，暗杀用的炸弹呢是装在民用大众高尔夫汽车的这个底盘上的通过遥控来精准引爆。那从这儿能看得出来策划这事儿的人呢心思缜密，手段也很专业。这件事儿呢就暴露了俄罗斯呢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乌克兰情报部门呢已经渗透到莫斯科周边地区了，对俄罗斯高层官员的安全那是一个大的威胁。第二个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它的这个安保体系是有漏洞的，连高级官员都保护不好，那安保能力得赶紧加强。亚美尼亚的立场变了莫斯卡利克中将呢又被暗杀。你看这两件事儿一起给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的安全都带来了一个双重的挑战。这不仅让部分的俄罗斯民众对政府没那么信任了，也让国际社会都在盯着俄罗斯看他接下来会怎么走。那么对美国来说俄罗斯呢现在遇到困境，正好是一个削弱俄罗斯影响力的好机会。特朗普政府呢竞选的时候呢承诺100天内结束乌克兰冲突，可是呢这个承诺它怎么实现根本就没个准谱，和莫斯卡利克中将遇刺也没啥直接关系，能不能兑现
还得看这个美俄和乌克兰三方呀怎么去博弈。而且呢，亚美尼亚呢想往西靠，美国呢也能趁机在高加索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呢，亚美尼亚的立场变了，俄罗斯呢又遇到了麻烦，高加索地区呢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地缘政治的博弈。欧洲国家肯定会抓住这么一个机会，加强和亚美尼亚等前苏联国家的联系合作，想办法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这样呢就能在欧洲的这个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里边占点优势。普京和帕西尼扬呢在克宫的这场会谈，还有俄罗斯安全体系遇到的问题，都说明现在啊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兴力量呢不断崛起啊，传统大国的影响力也在调整，那么国际秩序正处在重新塑造的阶段。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这种较量会更复杂，大家都希望和平稳定。那俄罗斯接下来怎么应对这些内外的挑战呢？重新树立自己的这种国际影响力，肯定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那么其他国家呀，也得好好想想，怎么在国际格局这个变化里边抓住机会，应对挑战。大家还是得用更开放包容的心态，一起打造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希望各位呢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